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2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66.69，收盘价是170.83，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71.20，最低价是在166.3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7558.06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变小。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走势中，并且在减弱。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那么开口呢是略有增大，在零轴上方继续出现微小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短期多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在3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中红 K 线，那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中绿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一路向上，最后收在了当天股价的高位。但是呢，即使是这样，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下方，并且也收在了前低的下方。而且当日的这根 K 线和前一个交易日的这根 K 线中间留下了一个缺口。那么我们说也会看到成交量是略有量增。那出现这样一个日内的反弹呢，日后也就是在3月25日，如果股价继续反弹，它的条件是要收盘价站上5日均线值。那如果日后的收盘价不能站上5日均线值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而股价会出现下行的走势。所以接下来股价是否能够继续反弹，那条件就是收盘价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收盘价会在174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回档，收盘价会在169附近，在这个位置。实际在3月22日收盘价是在170.83，出现了继续回档。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继续回档呢，我们说点位相差不大，但是呢走势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预测的走势应该是就是说应该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出现一个红 K。而实际的走势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然后股价盘中出现了叫做拉升，也就出现了一个强势反弹。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日后股价能否继续向上呢？那取决于接下来的交易日收盘价是否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对，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看股价的上行。那对于3月2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要继续反弹，目前上方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3月21日这根 K 线最高是178，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好，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目前呢，我们说股价自3月15日以来出现了反弹，然后现在又出现回档。我们说，如果这一波回档啊，股价不跌破160.51，那么我们会看到目前下方有底高，对，那目前股价要继续反弹，一定是要突破178。那这个位置啊，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来说是前高。如果股价日后能够站上178，我们说上方会出现头高，下方现在已经有了底高。那么站上178，那么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啊将会被确认。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股价如果能够站上178，实际上也很有可能会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那股价在空头趋势下，如果出现反弹，收盘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那将是股价转为多头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我们说啊，现在178是股价目前上行的一个目标，同时这也是一个强压力。那么在到达178之前，我们说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在3月25日，5日均线值是从171一直到173，对，这将是股价目前上行的强压力。好，那如果178被站上，那上方的这个183将会成为第二个目标。那股价呢？一旦站上178，将会确认短期的多头趋势。那第二个目标一定是，要站上183，然后继续目前的也就是继续短期多头趋势。那第三个目标就是206。好，上行的3个目标啊，我们先说到这个位置。那目前股价上行，我们认为的一个强压力就是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好，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目标不变，依然是161.51，跌破这个位置，上方有头低，下方还差底，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股价如果能够站上178，将会确认多头，但如果股价跌破了160.51，将会继续目前的空头趋势，也就是自3月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将会被再次确认。所以我们说近几个交易日股价走势是对于之后股价的走势是非常重要的。那160.51就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当然这个缺口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缺口当日也就是在3月18日生成的这根带有增量的一个上攻的绿 K 呢，它的最低也就是165.90，这个位置将是强支撑。对，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3月22日盘中大幅的跳空低开盘之后在166附近，其实已经就是一个支撑，这是多头要守的位置。对，因此股价出现了在盘中出现了一个拉升。好，那么我们继续再观察，看看之后如果股价继续回档，那么166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到达160.51的。160.51被跌破之后，将会再次确认这个空头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52，是它的第二个目标。这个位置被跌破，那么我们说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一定是，我们说的是目标一定是要测试101.81的。对，好，这是第三个目标。好，那么我们
这是股价上行和下行的目标。我们再给出3月2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是这根红 K 的最低是在172附近，那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的，对。然后到了3月25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就是171。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171，那171我们刚刚说过，它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也就是说，股价如果在盘中能够在171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收高，如果能够再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呢，那么日后股价会继续反弹。那如果当日如果是一个低开盘或者大幅低开盘，然后呢，在171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也就是很有可能会回补这个缺口。好，这是我们在盘中要关注171的理由。那这是日 K 线图，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我们先去除辅助线，来看看当周新生成的这根 K 线，这是一个典型的天剑线。那这根天剑线啊，我们会看到是在继前2根 K 线出现了实体长红 K 线，这是一个含长上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那连续带有相对较大的成交量，那通常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的。前提是，如果反弹的可能就是在之后的一根 K 线股价不出现低于这根K 线的最低，也就是160，那么股价才有可能反弹。而实际我们会看到，在3月18日当周股价确实是出现了反弹，生成了一根天剑线，出现了价涨量缩。那出现这样的天剑线在日后，也就是接下来的一个交易周，收盘价只有站上这根天剑线的最高178，那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否则这根天剑线将会成为一根我们说是反弹之后再次出现的一个头部，那么股价将会有可能会继续下行。对，所以这根天剑线的最高178将是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好，那我们会看到天剑线呢出现天剑线通常如果出现在低位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对，好，那么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在周 K 线图刚刚进行的一个说明。我们再调出辅助线，我们回顾一下，在之前我们这个分析周 K 线图的时候说，在3月18日当周收盘会在169附近，观察位是前低160.51，实际我们会看到在周中股价一直是在前低上方运行，并且收盘价呢和我们预测的这个位置基本相接近。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如果在当周出现下行，会收在150这个位置。对，好，这是我们对之前的一个预测信息的一个回顾。那么到了3月25日当周，我们认为股价如果继续反弹上行，收盘会在186。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到186。对，好，那么如果出现下行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收在15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周中我们给的一个观察位就是这把天剑线的最低是在166。
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啊，周 K 线的 K 线信息说，178是一个关键位，那同时166也是一个关键的位置，也就是股价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能够在166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收高或者至少会横盘。对，但是如果在周中股价是在166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行，而收在155附近。对，那上方的178实际上它的重要标志是对于股价能否继续反弹，这是一个重要标志。对，好，那这是我们对于3月25日当周周 K 线图的一个解说。好，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3月18日收盘价和3月20日收盘价进场。3月18日是5%，3月20是10%，那这15%的仓位的成本价目前是在175，获利目标我们之前定的是在181到183。对，好，那么我们守止损一直是守166，那到了3月22日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没有跌破166所以说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那么在3月22日这个仓位是不可以加仓的，对，当然也不可以在这个位置进仓，对，也不可以在这个位置就是进场抢反弹。那目前我们会看到，虽然在3月22日盘中是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呢，但是收盘价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对，虽然出现了量增，但是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做多的。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到3月25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我们依然守166。对，好，那么获利目标呢，我们说不变，依然是上方的181到183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空头呢，我们说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160.51，那么他们要守的位置就是从3月25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从171，一直到上方的178，这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所以我们说这个区域呢，将是股价反弹的一个强压力。当然，如果强压力如果能够被突破呢，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维持这样的或者叫做确认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会继续向上，否则会我们说会出现继续下行。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2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71一直到173。第二个压力位是上方的178到179，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包括前高。第三个压力位是183，第四个压力位是这个缺口185到187。然后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70附近。第二个支撑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包括前低166。
第3个支撑是 160.51， 第4个支撑就是下方的15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3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1，上方最高会到达177，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75附近。那继续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或者叫回档。那如果是这样呢，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0，在这个位置，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64，然后收盘会收在166附近。那么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2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